外界看大秀，目光总容易被那几十分钟吸走，光影流转，步态踩准鼓点，头排嘉宾低声寒暄的瞬间，还有刚上热搜，注定要引发刷屏的新款。隔着屏幕看，确实浪漫，像一场不用负责任的梦。可你要真在后台熬过一夜，跟执行团队蹲在消防通道台阶上，啃过冷掉又复热的盒饭，你就会彻底清醒。这哪是什么灵感迸发，这是工程，超级工程。提前半年就掐着秒表倒计时，牵扯上千号人，上万条琐碎线索的严丝合缝地拧在一起。我常跟做策划的老友开玩笑，办一场能入国际大牌演的秀，难度不比一次精密的跨国项目并购小，只不过不签对赌协议，签的是对审美底线的死磕，对执行颗粒度的偏执。这种落差，台前和幕后，浪漫和算计，恰恰是时尚产业真正走向成熟工业化最真实的缩影。海外轻奢牌子想来中国办秀，创意其实很少卡脖子，真让人头疼的永远是落地2个字。你怎么把巴黎左岸那种随性带点粗粝的摇滚美学原封不动地塞进北京郡王府的青砖灰瓦里？时差、语言、工作逻辑全都不一样。更现实也更棘手的是，调性绝对不能调，还得把声量变成实打实的商业回报。买手订单、商圈客流、渠道招商筹码。过去几年，多少国际牌子雄心勃勃的来，最后水土不服，甚至闹出审美排异，灰溜溜走了。东方和欧洲土壤本来就不一样，照搬巴黎或米兰的模板行不通。Sadik 与 Voltaire 偏偏选了最硬核的路。2026春夏直接落子中国国际时装周，地点是郡王府。我挺佩服这个决定，选址就是态度，不选现代冰冷的玻璃幕墙秀场，挑了自带历史厚重感与皇家静谧气质的古建，明显是想用文化冲突与共生来讲新故事。时装周这次交出的卷子，确实给所有想来中国深耕的海外高端品牌打了个极具参考价值的样板大秀的高级感，底色其实是人。模特匹配往往是决定成败的第一道门槛。外行看秀，总觉得腿长比例好，走得稳就行。但在国际轻奢的秀场逻辑里，模特是行走的品牌名片。面料怎么垂，剪裁怎么立，设计哲学怎么呼吸，全靠他们二次创作。ZV 这次的要求苛刻到有点反常规，不要工业流水线的完美，要的是那种法式慵懒劲儿，又能跟古建飞檐斗拱和谐共振的氛围感。依托时装周成熟庞大的资源库，线下集中面试，直接调度了500多个专业模特，500里挑53，接近10:1的淘汰率。这哪是普通的商业试镜，简直是电影选角级别的精筛。肩颈线角度、步态呼吸节奏、面对镜头的微表情管理，穿上特定版型后的整体气场流动，评审团一层层像包洋葱一样过。我忽然觉得，这种近乎偏执的筛选机制，恰恰是顶级品牌对在地化最真诚的尊重。他们没把亚洲面孔当成西方审美的平替，是在真正寻找能承载品牌内核又能融入东方场景的对的人。最后站上 T 台的那50多位，确实没让人失望。松弛里带着力量感，不刻意但张力十足，把 ZV 的先锋质感拿捏得恰到好处。时尚行业早就过了靠堆砌超模名字就能唬人的草莽阶段，精准匹配、气质咬合、场景适配，现在拼的是真本事，拼专业度。台上1分钟的从容，台下可能真的是几个月的脱层皮。ZV 这场中国首秀前前后后联动了中法两边20多支专业团队协同作业，创意策划、跨国沟通、舞美研发、场地勘测、流程编导、妆发造型、现场管控、嘉宾接待、影像摄制、媒体传播，足足15个核心工种，300多项细节物料与执行节点，全部被拉进标准化表格推进。说真的，跨国项目最怕的就是各说各话和信息衰减。法国团队往往更依赖艺术直觉和浪漫留白，而中方执行团队必须死守安全红线、报批流程和落地可行性。怎么打通？靠的就是中国国际时装周组委会在中间扮演的超级翻译官与总调度枢纽。前期几十场线上线下专项会议，硬是把语言壁垒、审美壁垒、执行壁垒一点点磨平对齐。中期针对郡王府古建做专项勘测与改造，定制光影矩阵、专属 T 台结构，坚决摒弃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模板，而是用极其克制的视觉语言，让法式先锋美学与东方皇家意境实现双向共生。
后期更是带着全套妆发进行多轮带妆连排，连风险预案都细化到如果突降阵与 T 台防滑怎么处理，核心嘉宾航班延误头排动线怎么微调。我常跟幕后操盘手聊天，他们笑称自己早就成了细节强迫症晚期患者。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从最初的急躁到后来的平稳，那种变化特别微妙。你甚至能听见频道里偶尔传来的深呼吸，或者某人轻轻叹气的声音。但说实话，正是这种对流程的死磕，对隐患的预判，才让国际品牌入华发布真正跑通了国际创意标准、本土极致落地的闭环。没有这种标准化、精细化、反脆弱的统筹能力，再惊艳的创意也只会停留在 PPT 里，落地即崩盘，大秀办得再漂亮。如果只在时尚圈内自嗨，那对品牌来说本质上就是赔本赚吆喝，缺乏商业生命力。ZV 这次在圈层破局上玩得非常聪明，直接重磅邀约了李圣经、王鸥等国内外自带高国民度与话题势能的艺人坐镇头牌，明星圈层的天然流量，叠加时装周国家级官方背书、权威媒体矩阵和行业扣的专业解读，瞬间就把这场专业大秀的声量推破了行业围墙，实现了大众层面的有效触达。但我觉得更值得行业深挖的，其实是秀场背后的生态赋能力。中国国际时装周早就跳出了单纯搭台子走秀的传统框架，它背靠北京朝阳完整的时尚产业配套、高端商圈资源、全域商贸渠道和成熟买手体系，给国际品牌搭建了一条发布到曝光、种草到招商，最终转化的全链路商业闭环。单季全媒体曝光量级动辄破亿，这不仅是品牌知名度的放大器，更是高端商场招商洽谈、区域代理商对接、精准高净值客群触达的超级接口。坦白讲，很多海外品牌刚进中国，缺的从来不是好产品，而是信任状和渠道敲门砖。国家级平台的权威信用加持，加上成熟的属地商业生态，让一次舞台发布直接变成了品牌深耕中国市场、辐射亚洲业务、实现业绩增长的全新起点。不止于秀，更重于赢。这种长期主义打法，才是中国国际时装周真正拉开与普通商业活动差距、构建核心护城河的关键所在。一场现象级国际大秀的诞生，从来不是单向的甲方砸钱、乙方干活，而是顶级品牌的审美坚守与国家级平台超强统筹力、资源整合力、商业赋能力的双向奔赴。从前期预热造势、现场多机位高清直播，到后期的长尾内容发酵与二次传播，时装周的全周期专业宣推体系，把品牌的国际声量与本土市场影响力放到了最大化。Sadik 与 Voltaire 董事会成员、亚太区副总裁邹远在秀后给予的高度评价，绝对不是外交辞令。那句中国市场是我们的核心增长引擎，背后是实打实的商业逻辑支撑。没有个团队对品牌文化的深度拆解，没有那种近乎苛刻的顶级执行力，这句话就只是空中楼阁。立足中国，链接全球，这8个字说起来轻巧，做起来需要实打实的产业基建和制度化的专业体系托底。未来，中国国际时装周必然还会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完善的属地商业生态，去承接更多全球优质设计师、国际高端轻奢品牌和海外顶级时尚 IP 的入驻落地。我真心觉得，当世界级的美学愿意在中国东方的场域里生根发芽，当中国的平台能用专业实力反哺全球品牌的商业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件极具时代意义的事。时尚本就没有国界，但商业落地必须有坚实的根基，平台与品牌的互相成就，正在重塑全球时尚产业的价值链条。最后，我想跳出行业分析的框架，多说2句带着温度的心里话。我们总爱习惯性的大秀的成功归功于某个设计师的天才构思，或者某个品牌的雄厚资本，但真正托起这场完美呈现的，是无数个默默无闻的专业力量在幕后的并肩作战与日夜坚守。你如果凌晨2点去过后场，会闻到空气中混合着定型喷雾、冷调的意式浓缩和线缆发热的味道。影像团队为了校准一个机位角度，能熬到双眼布满血丝，只为抓准模特转身时布料掠过镜头的 0.5秒。舞美工程师反复调试灯光色温，直到品牌总监微微点头。后台那些妆发与造型师，手指早就被针扎得起了茧，却依然一针一线为超模特调服装，熨烫每一道褶皱，更是统筹全局，压力拉满却始终保持冷静的项目操盘手。ZV 郡王府大秀之所以能成为中西美学融合、商业与艺术共振的典范之作，
恰恰是因为它把人的价值重新放回了产业的核心。专业、专注、敬畏细节，这些看似朴素到甚至有些老派的词汇，在高度工业化、快节奏的时尚产业里，反而成了最稀缺的奢侈品。正是所有参与者的默契配合、极致付出与对完美的偏执追求，才让那短短几十分钟的惊艳，有了沉甸甸的行业厚度。时尚圈永远不缺转瞬即逝的热点，但缺的是能经得起时间复盘、能被同业反复拆解学习的标杆案例。而中国国际时装周与 CEDIT 与 Voltaire 这次的深度协同，无疑给整个行业上了一堂生动的长期主义与系统化作战公开课。期待未来能有更多这样专业与浪漫交织的双向奔赴，在世界舞台上看到更多扎根东方语境又从容对话全球的时尚力量，生生不息。